因为他有很深的一个目的，从最开始的时候他就要查明他父亲的真相，然后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伴随着他做这个公司，他也是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他的对父亲的一个承诺，然后或者说他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然后一步一步的在过程中去寻找他能他父亲当年的这个真相，然后但是呢又因为这个压力对一个孩子来讲可能有点大了，所以他其实一直在逃避。逃避的方式就像我之前有在采访说的，我说逃避的方式就是开了一个剧本杀店。对，这还挺有意思的。其实为什么当时我能接这个项目，就觉得哇，就是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他逃避的方式居然去跟朋友开了一个剧本杀店，对吧？然后剧本杀店，然后做里面的 NPC，用 NPC 的方式，其实秦霄一，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啊，我简单的透露一点点。其实秦霄一，是就是这个名字可以和肖志宇换一下，对，所以他用了秦霄一的这个方式，这个民国的这个剧本杀里的部分，然后在剧本杀里面展示了真正的肖志宇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所以其实按照你要说他很深，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相对比较深一点的人物去理解的话，为什么肖志宇这个人物你要把它往深了去想，他还是一个比较可以品的一个人。因为我自己当时就理解了很久，因为我没有他这样的经历和经验，为什么他需要把一个人隐藏得很好？因为在一个很小的年纪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家里就有这样的因素，对他来说其实是蛮冲击的，冲击还是挺大的。然后他需要去，他不相信，其实不相信很多人，大部分人他都不相信，所以他才有个这样的一个这样所谓的 poker face， 对，就是一个面具脸，然后是展现了他的内心外化，所以就展现了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一个状态，然后隐藏自己，但是他需要发泄，所以有了剧本杀里面的秦霄一，对，这样，然后他需要去不断的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引导，去找啊。然后其实肖志宇跟胡修的这个情感也是，就像之前我说，他有点像他的身边都是肖志宇认为他身边都是食肉动物，然后突然有一个食草动物进入他的视野，对，然后让他觉得感受到了温暖和人情味儿，对，人情味儿。因为当时我跟猫叔有聊过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刚开始的肖志宇不信任别人，导致了他内心里就没有人情味儿，人情味儿很淡薄。就有点，他刚开始我觉得有点像我，有点社恐，他并不觉得，就像有几场戏似的，他在弄堂里面看见大家都这么的欢快，然后这么的热情，他是不适应的。慢慢的通过胡修，他有了人情味儿，也知道了什么是人文。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看下去，看看肖志宇他是怎么去不断的解开他的心结，然后把自己打开，然后后面他情感的转变，包括他对他真实的这个他的背景吧，也就是说他和他父亲的这一段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怎么解决的，就是支持我们的尬戏。后面其实还有很多的反转，这个人物其实有意思的点就是在于，他剧本杀的设定是1，然后肖志宇这个人物的成长线是2，
它有很多穿插的剧情和反转，还有以前的事情啊，还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嘎戏让我觉得很真实，它是一个很成熟的爱情。就像前2天我记得播到，就是他们去那个小岛去团建，然后肖志宇并没有直接的去说，我去帮你，然后我就是见着你，因为她是女主，然后我就喜欢她，然后我要帮她出气，他并没有，他真的没有那个时候对她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爱慕或者是喜欢，而真的只是觉得他是我的员工，我作为老板，我没有办法，直接去帮你，我帮你不解决问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教给你道理，我让你知道，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可以自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不要去害怕，不要去软弱。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个词，虽然当时我们拍的时候，我说的还更凶一点，然后，就是我说的是我第一遍试的时候拍的时候，第一条的时候说的更凶一点，然后猫叔其实说你稍微收回来一点点啊，稍微收回来一点点，别让人觉得太凶。但因为我的理解是，我觉得是他很难受很难过，但是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去告诉他，你要去面对它，不要去逃避它。你已经很优秀了，不用去害怕任何人去抨击你，去攻击你。对，所以我看有人问为什么叫嘎戏，语言小说就是叫这个名字，好像是啊。然后我理解的嘎戏，其实它就是人生如戏嘛，戏如人生。特别感谢大家喜欢肖志宇和金孝一，对吧？其实我还觉得挺好玩的，这个戏拍起来特别有意思，就是就是这2个人物中间的转换，然后还有就是跟猫叔拍起来挺好玩的，他真的是有很多想法，特别多想法。他给我的一些想法，然后自己再加点自己的小巧思啊，融合一下体系。肖志宇做的这个建筑设计师，其实我蛮喜欢建筑的，然后也有身边有建筑师设计师朋友，就是建筑的朋友，然后也有跟他们聊。当时我有一种想法，就是如果不做演员，做一个这个建筑设计师也挺好。或者是设计师，建筑设计师有点太专业了，我可能没有这个天赋，但设计师还可以。我还要发我别的戏的名字，今天不是马上播嘎戏吗？我在工作的间隙跟大家聊一聊，跟他们换场景啊啥的，正好还可以有一会儿。然后跟大家正好想赶着这个播出之前，跟大家聊聊肖志宇这个人物，因为我还是就是其实每个戏都一样，对我来说，每一个角色是最重要的，然后我希望是每一个角色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吧，至少我去演了，然后它对我来说都是有意义的。然后等我真的是有老的那一天啊，这是陈四花的时候，陈四花可能不行，陈三花的时候，回忆起有肖志宇啊，对吧？金孝一啊这样的人物的时候，还是值得回忆。我看说肖志宇会进步，其实没有什么进不进步的这件事情啊，演戏没有什么进不进步这件事情，
你因为演戏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对，它不是你啊，你，当然了，它有年龄的。等我到陈二花、陈三花的时候，肯定比现在陈一花的时候要好，因为他吃的盐比，就是有一句老话怎么讲，说吃的盐比你走的路还多，那就一定会理解的更深嘛。我觉得现在来讲，戏还是要靠理解和表达，对，所以就是但是还是有很多周围的东西去配合。一个好的作品永远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所以每一个角色我演下来都会有一些成长，不能说是进步，只能说是成长。说猫叔他会有一些小的想法，对于这个画面呀，对于这个剧情中啊，每场戏的段落里面都会有一些他的想法，然后正好呢，我也会对于这个人物有一些想法，所以我们其实碰撞起来的还是蛮顺利的。在这个像我记得有一场戏就是单手抱那个胡修，然后在车头上，然后的那个花絮，我估计大家也有看过的，就是那个我觉得还挺厉害的，真的是正常我都没想过说要把女生放在车头上这件事情，挺有意思。我看有说这个我的那个低头笑是吧？那个其实那个是猫叔设计给我的，因为当时我不是特别能理解这个笑容啊，但是因为我平常是不会低头笑的，我都是仰头笑。那仰头笑呢，就有点憨，有点傻。然后猫叔一直在跟我说你要有这种成熟一点啊，年上一点感觉的这种状态。然后就是说低头笑会有在镜头里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演戏嘛，就是有大部分的时候是根据你自己的反应，人物的。其实你要想说特别不一样，也不太可能，因为是你演，所以你的一些本身的习惯，你除非说一段时间了，可以去做一些调整和改变。但是你要是想着完全脱离你自己，也有点难。这更多的是身边的人给你一些新的想法，或者说新的不一样的建议吧，就会加在这个角色里和身上。所以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些变化，这个也是我很开心的。背台词困难吗？其实还好啊，就是每一个演员进组之前刚进组的时候都会有一段生疏期，其实还行。但是要专业的词的话，那就比较难，那个东西不能错，因为专业的东西是不可以错的。但你又特别的有的时候比较拗口，然后就很难，有的时候很难说。是追一追这个戏，它后面会有一些肖志宇他成长的和是他之前的这个串联在主线里面的一些这个经历，然后你们也会了解为什么肖志宇最开始是一个扑克脸的一个样子，然后他为什么要去做 NPC， 为什么要去开这个和宫爱聪去开这个剧本杀店，然后他跟胡修是怎么去一步一步的相知相识然后相恋的，还是串的这个主线和这些人物的这个脉络串联的还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戏。